感谢主。我们上一次特别讲到，耶稣提醒说我们要做一个警醒的仆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了，对不对？那今天呢，耶稣讲的这段话呢，其实非常严厉，非常难讲我在很多年都没有办法理解这段话。但是既然耶稣讲了，那我们也要衷心的传讲所以如果你听得不舒服，你不要怪我那是因为耶稣讲的这几段话的确会让人听得不舒服。好，谢谢。可是我想这也正是耶稣的目的了，就是让我们来反思那我们今天也分3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人的罪导致了战争与分裂，这里我说的战争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战争，是指人的这种征战的和分裂的状态。第二个，耶稣提到这个时候它是一个悔改的时候。第三个，趁着还有机会要与神和好。那这也是第12章的结束了那我们路加福音刚好讲完一半了，那我们还有另外12章，希望我今年呢可以把它讲完。我们来看耶稣接下来说，他说我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1家5个人将要纷争，3个人和2个人相争，2个人和3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我记得我在读初中2年级的时候那在我们那个政治书你知道我们这个中国特色的课程有政治课。在这个政治课当中呢，那一般我们开学的时候都会发新书，所以我记得印象很清楚，我就去看这个每一个科目的新书。在那个政治的书里面呢，我很惊讶的发现，竟然有一段圣经，我特别惊讶，我说这个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的这个政治的课程当中，竟然会引用一段圣经，你们猜是哪一段圣经？就是这段圣经。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给地上带来太平，我告诉你，我来是叫人纷争。他当时引用的是马太福音这一段他说我是要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要人与父亲生疏，儿女与母亲生疏基本上是差不多这一段。人的仇敌就是神，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他引用这一段经文目的是什么？然后我的一个同学就问我说，你看你也是基督徒，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段经文怎么回事我就为耶稣辩护，我说这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看上下文，你不要断章取义我跟他讲是不是这个字面的意思，说好像耶稣就是要不让地上太平怎么样。可是后来我就想了，我为什么要为耶稣辩护呢？我凭什么说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呢？也许耶稣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告诉你说，我来就不是让地上太平，我来就是让地上动刀兵。难道我们接受不了吗？当然那个政治课他是想用这一点来反对基督教，说你看你们信的耶稣，他给这个世界不是带来和平，他是要给世界来带来什么？带来战争，带来刀兵。也许耶稣真的是这个意思我们来想一想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故事，你大概就知道了。说这一群人呢，生活在黑暗的洞穴当中，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光，没有见过太阳，他们都生活得非常和谐。可是有一个人他不甘心，他爬出了这个洞穴，他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他见到了真正的太阳，然后他说，哇，原来这个世界这么精彩，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我一定要回去跟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跟我的同伴说，让他们也走出洞穴，看到这个真实的世界。可是当他回去的时候，这些人以为他疯了，甚至要迫害他，说你在胡言乱语什么？我们在这个洞穴里面住了几十年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你凭什么说还有个什么太阳？听都没有听说过。最后把他置于死地。我想问大家，当这个人从洞穴外面回来的时候，他有没有给这群人带来纷争？有的。你说这个怪谁？你说怪谁？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个纷争？你说我们本来过得好好的，我们都在黑暗当中很舒服，你非要让我，非要跟我说什么有个太阳，有个光，洞穴之外还有世界，你不是给我带来纷争吗？可是我想弟兄姐妹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人走出洞穴的人他带来的纷争呢？是他带来的吗？是他带来的这个问题吗？这个就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也是这样的啊，他们就后来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们教会都挺好的，都很好，都很和谐，怎么你一来讲道就感觉大家有点不和谐？我就说第一啊，有没有种可能？第一点就是你假设你现在这个和谐状态是个有问题的状态，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你首先你要想有没有可能，你说啊，我一来给你们带来这个纷争，有没有可能原来你们这种所谓的和平状态本身就是一个假象？第二点，有没有可能，当我说出真理的时候，当我把神的话带出来的时候，是神的话照亮了一些人，让一些人看到了真理，看到了真相，他们开始改变。你不要怪我，那不是我带来的啊。第三点我也说了，我说这个最终带来这样的一个纷争也好啊，或者是争论也好啊，其实可能不是我故意要这样做的，你不能怪我啊，你最后还是要回到主的那里，看到这个神的真理所带来的影响力。所以你想，当耶稣来的时候，地上不太平，地上动刀兵，地上分裂，带来了战争，这到底是谁带来的？是谁造成的？你说就是耶稣你造成的，你要是不来，不说我们有罪，不让我们悔改，我们都过得很好啊。可是你没有想过，也许这个纷争，这个战争，这个不是耶稣带来的啊，或者是不是他想要造成的，而是你们本来就有问题啊，你还以为你没有问题。而现在当耶稣来把真理带出来的时候，只是把那个潜在的问题暴露了出来而已，而不是说我们原来都很好，是你给我带来的问题，你给我造成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不要本末倒置，是他们本来就是有问题，而耶稣来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而已，而不是说我们原来都很好，都很和谐，我们没有问题，耶稣你是 trouble maker， 你来了给我们找了麻烦，不是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耶稣讲的这段话。这段话非常不容易理解。他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然后他特别有提到家庭的关系，因为这个家庭的关系呢，是一个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最亲密的、最重要的一个关系，而耶稣却要颠覆这样的一个关系。你还记得我们前几次在讲这个神的国跟世界的国？耶稣来，他的教导关于神的国，他在不断的颠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他在不断的更新我们对上帝的国度的认识，同样也在更新我们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认识。他说：“我要让人来这个5个人3个人跟2个人相争。”那这一段的相争呢，其实它是有引用旧约的背景。那在弥迦书第7章的时候。就有提到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怎么样那这个是可以说是耶稣的一个对旧约的一个引用，而这个引用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背景，就是弥迦书这一段是在讲什么呢？就是一开始他在讲以色列要受这个不听神的话，要受审判，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的一种分裂来表明神的审判来到。所以讲到儿子跟父亲、女儿跟母亲、婆媳的关系等等，它并不仅仅是论述这些关系，而是用这样的一个现象或者例子来去表明
以色列你得罪神，你的罪带来了这个审判，所以神审判你，你不要怪神说神你为什么审判我，而是因为你有罪，你本应该受到这个审判，是以色列的罪恶和要面对的审判。所以耶稣引用这段经文啊，其实他是也是传达一个同样的信息，就是说我来了要叫人纷争斗道兵的这个背后的一个含义就是我要来审判。所以他前面说我要把这个火丢在地上，这是指审判的火。他说这个火已经着起来了，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然后他也特别讲到我所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这个就特别又讲到耶稣基督他到最后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他把这个火把这个审判带来，他的目的不仅是要审判我们，更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审判。所以他特别讲到这个家庭的关系。那这个家庭的关系我们不能我们知道这里面没有完全的把所有的关系都讲出来，对吧？他只是讲父亲跟儿子儿子父亲女儿跟母亲还有婆媳关系，他没有讲父亲跟女儿或者是儿子跟母亲，对不对那也许这个父亲跟女儿那个儿子跟母亲本身关系都比较好也特别讲到婆媳关系这是千年不变的难题。但是这里面他讲到这些关系的时候，他其实是举这个一个例子，就是说那在家里面的人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会带来这种纷争，带来这种分裂。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不是耶稣造成的这个原因，或者耶稣让你的家庭分裂，而是因为你们的这个家庭原来本身是不认识神的，本来就处在黑暗当中。上帝现在把光照出来，让你看到了什么是光，什么是正道。那在这个当中，就一定有人会对这个光有产生回应，对不对？那有些人就要追随这个光，有些人就怎么样呢？还是想要在这个黑暗当中生活，所以才会带来纷争，带来问题。那他觉得这个家庭的关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会不会出现呢？的确是会出现的。我们听到有太多太多的例子故事，都是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人信主了，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还是孩子还是怎么样，信主了以后，他的整个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改变了以后，那最大的冲突可能就是突然有人被神呼召要去服侍的时候，那个面对家庭的阻力是很大的，他们不信主的家人没有办法理解，因此呢就会带来纷争。在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祭祖对不对？就是葬礼就是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怎么去面对家人，怎么去面对这些葬礼礼仪，可能就会带来纷争不信的人他们可能要做一些的仪式或做一些什么东西，可是当你信主了以后，你心里不平安，你开始想要有分别的时候，那就会带来纷争。而这个纷争不是你造成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不是你故意造成的，也不是说是好像我做错了什么，所以你看我给家庭关系带来了这个，不是的，是原来本身这些人不认识神，他们本身就在黑暗当中，他们需要光，而你是见到光的人，你爱他们，所以你愿意把这样的光带给他们。可是这个难免会带来纷争，这也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到他有没有带来纷争？当然，不仅带来纷争，甚至这些以色列人他自己的百姓要把他钉死，他们受不了这样的教导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家庭关系里面，本来是应该一个最真实的关系，父亲跟孩子母亲跟孩子这个婆媳关系也好等等，这应该是最真实的关系。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面对耶稣的时候，面对真理的时候，亲人会反目成仇？他到底看重什么？是真的看重这个关系吗？还是因为他的罪拦阻他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我经常就讲这句话，我说如果你发现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不管是你的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孩子也好或父母也好，你不可能面对他，如果你真的爱他，你不可能觉得好像他不信主是一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不会这样的，因为如果你真的爱他，你希望在永恒当中也可以见到他，你不希望你所爱的人承受地狱的审判，你怎么可能就对他就是无所谓呢？当然不会。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爱，可能会带来纷争，所以这不是你的错，这反倒是表现你对主的忠心，同时是对家人的爱，你愿意把这样的真理，把这样的福音带给他们。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时候，包括在家里面遇到这些因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纷争，你不要惧怕，你也不要自责。耶稣早就说了他已经背这个锅，他说这是他干的，对不对？我要来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不是带来太平的，我是要让地上动刀兵的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特别有指出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如果真的是跟随这个光，跟随真理，你就会发现在你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会处于你生命的首位。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发现这一段话讲完之后，马太紧接着就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这一段讲完之后，他其实颠覆了我们整个伦理的关系。到底什么更重要？什么更重要？做主的门徒更重要。这也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8章我们有提到过别人说你的母亲你的弟兄来找你了，他说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母亲呢？那遵守神话语的就是我的弟兄我的母亲了。这些话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听起来非常不近人情，好像没有亲情，可是耶稣却把这样的真理告诉我们。你要思考人的结局，他是你的母亲不错，他是你的父亲不错，他是你的孩子也不错，可是他的永恒在哪里？是谁来决定的？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来思想我们跟主的关系，然后我们才可以勇敢的把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甚至这里会带来这个纷争，带来分裂，带来战争这是我们认识神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在讲跟随主是要付上代价的。这句话是在可以说你看任何的这个从旧约到新约，你都能看到这是一个一致的主题。信主从来不是舒舒服服的就坐着轿子给你抬上天堂的，不是的，你必须要破碎你自己的生命，你整个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完全的破碎，在主里面重新建立起来，这个过程非常的痛苦，弟兄姐妹。我昨天我这个周四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学术的会议，在加州的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我听他分享我发现他们呢，那在加州的这些有很多的这个教会的领袖，还有神学院的这个教授，他们都在讲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很认同。他说你知不知道，其实就在美国来教会聚会这件事情是最廉价的，最 cheap 的。什么意思呢？你去超市，我告诉你还要付上代价了，你要掏钱。你来教会，你不需要付上什么代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正是因为这种不用付代价的信仰，让整个基督教在北美开始衰落。所以你看，哪里有逼迫，哪里才有复兴。如果你来到教会，你不付上代价，你跟随主，你不付代价，你的生命、你的信仰是不可能得到复兴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我们要付的代价。耶稣提前就已经说了，你要不要跟随我？你知不知道你跟随我，你的家庭，你的这个父亲跟儿子生疏，女儿跟母亲生疏，这个婆媳关系，你知不知道人的仇敌就是人的这个自己家里的人。你本来都是很好的，现在你跟随我了，他们变成你的敌人了。
你要不要付上这个代价？所以耶稣接下来就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要不要付上这个代价？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问问自己，我们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跟随主，我们问问自己，我们付上了什么代价？如果这个跟随主是一件非常轻松容易的事情那耶稣就不会说通往天堂的路是窄的，找到的人也少。这是个窄门，弟兄姐妹，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付的代价，说实话呢，其实不是是我们，我觉得是神他已经量过了，我们是可以承受的。我们在北美付上什么代价？顶多就是早上起来早起一点，不要迟到。稍微如果有点远的话，开车多开个几十分钟而不是随随便便找个，这教会只有2分钟到我家，我就来这个教会了，方便嘛，不用付上什么代价可能就是这个了。我还有什么呢？我也想不了太多可能就是你服侍的时候遇到困难了，大家对你不舒服了对你不爽你可能要付上一些代价。其他的呢？所以有一次在一个这个牧者会议的时候，在北美的这边一个会议室，我其实就问过大家，我问过这些所有北美的牧者，因为他们有很多是在美国来到美国信主，然后他们认为美国的教会，他们所接触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很多时候他们也没有经历所谓付上代价的信仰。那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自己评估一下你们现在自己评估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假如说神把他们一夜之间放到中国，或者放到这个中东的一些国家，或者是一些有逼迫的国家，你觉得他们还有多少人？你作为教会的牧者，你有多大的把握他们还会继续来教会聚会？我也问这些牧者，如果神呼召你去到这些国家，这些有迫害的地方，有逼迫的地方，你们还有多少人愿意继续做牧师？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现在在一个很舒服很安逸的环境当中，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并不意味着说我们不要付上代价。耶稣已经说，你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你不配做我的门徒。当你遇到这些坎坷，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这就是你要付上的代价。我之前跟大家也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姐妹，对不对？她因为父亲没有信主，后来在COVID期间去世了，她没有办法接受。她觉得神为什么让她神很不公平，他没有给她父亲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听到福音，以至于她自己的信仰动摇。她觉得这个神不是真神，我不想信这个主了。可是我就提醒他，我说，其实这就是我们跟随主的代价。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样的代价你愿意付上吗？我不是说你不要爱父母，不是说你不近人情，而是你把主放在什么样的地位？我没有找到工作，我不信主了。我这个离婚了，我不信主了。孩子没有考上大学，我不信主了。你把主放在你生命当中什么样的地位？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我最后再强调，你如果想做一个舒舒服服的基督徒，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很容易的，你就跟主保持距离，保持这个界限你很厉害，对吧？我在旁，我也相信你跟随你，但是呢你不要让我那么跟得那么近，不要信得那么着迷我差不多就行了。教会的服事呢，我也差不多就行了；跟人的关系呢，我也差不多就行了。我就保持在这个最舒服的这个边界当中。我每周只要我反正我也奉献了，我每周我也聚会了，就可以了。所以你知道那些，尤其在大教会当中，那个很舒服的，没有你甚至来不来，别人也不知道。你就在这样的一个很舒服的，做一个舒舒服服的基督徒，你平时该干什么，吃喝玩乐、吃喝快乐都可以。然后你说我是基督徒，没有问题，你可以过一个很舒服的基督徒。但是要容我说，那不是耶稣基督心里面
所想的他的门徒的样子，那也不是圣经所启示的跟随主的门徒的样子。换句话说，没有那样的门徒。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不付代价，你还说你跟随主，那只能说明呢，你还不是他的门徒。因为耶稣在这里已经说了，你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这里的关键是什么呢？是人的罪带来的分裂。你不要怪是说耶稣给我造成的问题，是你自己本身就有问题，你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耶稣继续就说了，他说，他这是对众人说啊，你看到这个西边起了云彩就知道要下雨了啊，你看了起了南风就知道有燥热了。他说，假冒为善的人，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他说，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这个在原文是说，你们为什么不这个审量，就是去判断去定罪啊，去 judge， 就说你怎么不去判断自己？你可以判断这个天气，你可以判断别人，你都看得很准，你怎么不看看自己？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合理的？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分辨这些时候，你很聪明，可是你自己的内心如何？你为什么不去判断？你为什么不去定罪？你为什么不来认罪？这个才是关键。所以当耶稣说这个时候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说天气预报，他是在说我们属灵的生命的一个时候，一个气色，他是不是出了问题？而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悔改的时候。这也是耶稣为什么指责他们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啊！一听到这个词，马上你就联想到法利赛人，对不对啊？那同时呢，我是觉得我们听到这个词呢，要经常联想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很聪明，判断所有的东西都很准确，判断别人看别人身上的罪也很准确，但是看自己啥也看不到啊！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自己审量自己，看看到底什么是正确的，是公义的啊！所以耶稣让我们审问自己，然后他最后收尾的地方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啊，跟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你就要跟他了结。为啥？不了结，等你真的见到这个法官的时候呢，他就把你交给差役，把你下在监里，你欠钱就要还钱嘛。耶稣说，你半文钱没有还清，你都不可以出来。什么意思？这其实是一个例子。耶稣就是说，我告诉你，现在神的最终的审判还没有来到，现在我们都还在路上。然后呢，你应该尽力的赶紧跟神和好，你不要等到耶稣再来了，神的审判来到了，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就没有机会了，你的罪没有解决，哪怕半文钱，哪怕有一丁点的罪没有解决，你都不可以从那里出来。他是这个意思，他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悔改，我们还在路上，我们就要赶快的跟神和好，趁着有机会的时候认罪悔改，与神和好不然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者说等我们死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机会了那个时候你就要为你的罪，不管大罪小罪，哪怕是一点点的罪，你都要为这个罪付上代价。所以耶稣警告这些众人，早点与神和好，不要觉得一开始为什么耶稣来了，我信了主了，给我生活造成这么多的纷争，这么多的麻烦。首先你要认识，那是你的罪带来的同时也要知道，耶稣要因着这个罪要审判你。你这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只看到别人的问题，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呢？然后耶稣最后就说，我告诉你，如果你现在不趁早解决你的问题，不悔改认罪你的问题，来到神面前和好，你现在还在路上，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神再来审判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悔改了所以我这样说，这个脉络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了，好吧？感谢主，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常常想到这4个字，还在路上。感谢主，我现在还在路上，我还活着，我还在路上。可是那个终点在哪里呢？不知道。这是我们上周讲的一样，人什么时候死谁都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还活着我也都不知道的所以趁着我们现在还在路上，
我们要听耶稣的话，尽力的与神和好否则等我们有一天见到这个官，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那等待我们的就只有审判。我最后总结，第一个，罪才是带来一切人类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不是我们本来很好，耶稣来了给我们找麻烦，而是我们本来就不好，我们本来就有问题，耶稣只是把我们的问题暴露了出来。所以那些纷争、那些战争、那些分裂，不是神给我们带来的，是我们自己的罪造成的。所以你不要怪耶稣说是耶稣带来让这个世界带来刀剑带来这个战争，不是的而是我们自己的罪带来的。第二个，这也是耶稣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解决罪的问题这也是他一开始说的，我所受的洗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完全我心里很焦急，他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还要趁着耶稣没有回来的时候，好好的认罪悔改。这个是可以说耶稣的福音所传的福音一致的，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一个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特别向你的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发现我们跟随你，我们太舒服了，我们没有愿意付上代价，甚至我们想要我们甚至享受那种最终的生活，最终之乐，我们觉得在罪里面还挺舒服。主要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罪的泥潭当中走出来，让我们从这个黑暗的生活当中走出来，看到主你的光。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生命当中的问题不是你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的罪造成的。当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带到主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根本的问题才能够被解决。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你还没有上十字架，你还没有成就救恩。可是今天我们已经看见了主耶稣，你已经完成了救恩，你已经解决了罪的问题，你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真又活的道路。主啊，我们现在是有盼望的，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就求主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常常的回到你的面前悔改认罪。当我们知道如何分辨天气的时候，当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他们的罪他们的软弱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圣灵也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自己的自私，我们自己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这些罪带到主你的面前，愿你来赦免。我们不希望有一天我们见你的时候，我们还是带着满身的罪恶来见你。如果是那样，我们就没有机会悔改了。主啊，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还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来悔改，来跟随你，来愿意放下这个世界，放下我们自己，放下一切，来跟随你，背起十字架，天天的跟随你。感谢主，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耶稣基督你的真正的门徒。让我们时刻的记住耶稣你对我们说，那想要得着生命的会失丧生命，而为主你失丧生命的将会得着生命。感谢主，我们将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